中国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7位部长。在中央专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研制，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密切配合。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机械部、电子部、冶金部、化工部等26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以及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余家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那时，原子弹研制被称为甲项任务，与之相隔1年开始的还有乙项任务，即氢弹研究。在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启动氢弹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一大特色。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一带，历史上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一部分，解放初期是一片高粱地。1958年7月13日，二机部9局选择在这里建设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所，北京第9研究所，简称9所。北京被称为后方，而一室负责理论研究，二室负责爆轰试验。一室急需一位负责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推荐了邓稼先。彼时，邓稼先是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为什么选到他？首先一个是1958年9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3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9所，其中胡思德、朱建士、傅英、孙清河等10余人被分配到一室，由邓稼先负责培训。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3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带领大家集中学习。我们都叫他老邓啊，不干，都叫他老邓。向老邓报道的时候呢，我们没几个人。进去以后呢，老邓是叫我们念书、看书。学完一章以后，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英等国在瑞士日内瓦谈判拟定禁止核试验协议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彻底关上了援助中国。这位35、6岁的中字辈，正是曾给苏联科学院院士塔姆留下深刻印象的朱光亚。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定不到1个月，朱光亚经钱三强推荐，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入9所任副所长，是主管科研工作的总负责人。为什么选他？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务的能力。第二，苏联撤走核工业系统全部援华专家后，由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党中央决定把原子能研究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选调230多名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充实到9所的研制队伍中。力学家郭永怀、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程开甲等，也陆续被推荐到9所领导原子弹研制。本来50年代经常还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研究论文，从59年以后，
这些人不再发表文章了，这叫科学家的隐姓埋名。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隐姓埋名，而不是真正的他从人间消失了多少年不回家这种事儿。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一句我愿以身许国。科研队伍在不断的壮大。1960年4月，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党组的部署下，9所党委计划分3个阶段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1961年前，创造条件，科学家们想到了2年前苏联专家所做的原子弹报告。1958年7月15日，苏联专家做原子弹报告，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试验、设计、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地同时展开。但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对这份报告进行仔细研究后，彭桓武和邓稼先等人认为，中国的原子弹设计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型。它是里边用的核材料是钚，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钚，所以这样呢，我们都用铀235。铀235跟钚这个钚239的这个临界质量不一样。那么核材料变以后呢，这个外面的东西全都在变。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在邓稼先领导下，从1960年4月下旬开始，一是力学组和数学组对 A039方案中的物理量进行计算。这其实是用数学方式计算原子弹爆炸时的核反应过程。起初，由朱建士、孙清和、傅英等6名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大学生，带着4名计算员，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大家十分激动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当时人员缺乏，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每一个数据都要摇很多遍才能得到。我们定位也很大，采用10位有效数字。邓稼先每天跟大家一起加班，分析计算结果。前4次计算结果出来了，绝大部分物理量与 A039方案中的一致或接近。其实算出来结构基本上一样，但是因为算出来的结果呢，其他地方都对，就算到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说了这叫差1倍。那看差1倍，咱们重来吧，重新计算，我们算出来的结果还是这样子，跟苏联专家数据还是差1倍。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不对不起来的话呢，后面再往下算就没意义了。这成了原子弹理论研究中的拦路虎。到底是自己算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邓稼先早已无暇去剧场，他把每算一次结果后的讨论分析会扩大范围，除了请副所长彭桓武一起分析，还请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等科学家参与讨论。我们这些大学生呢，刚开始的时候去旁听，也只能说，反正我算的没错，我只能说的这样的话。后来有这种专家自己在议论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大学生在下头就在会议上旁边听着呢，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专家说的好像不太对，就是了。但是只能在下面说，也不敢在会议上讲，就是。这个时候，彭怀武先生他就专门提出来，他说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你们不要在下面说了。他就说原子弹大家都一样，都不熟悉，都不是专家，
所以大家有什么九所的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科研人员采用新的可以编制计算程序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但一次又一次的计算却让邓稼先变得沉默寡言。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伏案的办公桌上，讲课的黑板前，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1961年初，又1961年5月，周光召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请缨回国，被任命为九所一室副主任。光召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数学演算的功底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助教。我们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推算太多了，有的时候连下来是几个黑板，教授对，有时候也推的卡壳了，一卡壳，教授也有点着急，就给我们说：“哎，同学们，这个叫光召推，叫光召推，光召就很顺利的，他功底在那，呼噜给你推下来。”周光召时年32岁，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要求周光召对9次计算结果进行复查。让他自己呢，就是首先把我们的所有人类的方程审查了一遍，方程对不对？他觉得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有思考是不是苏联专家的数据错了。但你看一个根本没搞过原子弹的人要怀疑要否定一个核武器专家就给的这个数据，这个东西确实是谈后语一样，是吧？但是周光召这个本事就在这地方，他就用我们物理学里边的最基本的这个定义，就是用在热力学里边是最大公原理，一般我们叫能量守恒，就是说我外面有这么多炸药，即使完全爆炸以后做功，最多只能到某一个压力或者某一个温度。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比最大公原理估计出来的东西还要来得大，那就是不可能。周光召通过论证和判断对9次计算结果的肯定，对 A039方案中18个月后，时任9所一室副主任数学家周玉林又用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在我国研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上做了计算，再次否定了 A039方案中那个关键数据的正确性。至此，9次计算尘埃落定。经此一役，中国科学家深入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清除了拦路虎，树立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自信心。原子弹的氢弹爆炸以后为什么这么快啊？我们有学生民主，这个确实是国外很少有，他们这个学术权威啊，这个作用很厉害，就是，这一点的话呢，无论是我们自己突破原子弹过程当中9次计算，后面在特别是突破氢弹的时候，那这个发挥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学生民主对推动我们国家核武器的发展的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9次计算后，中国原子弹研制进入全面理论设计阶段。1963年3月17号工地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路，是古来关外进入北京的要塞，有名的大风口，环境恶劣。这里原本是工程兵的一处靶场，在陈赓大将的支持下，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批准，2机部9所得以借用这个靶场的一部分，作为过渡性的爆轰试验场。
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称17号工地。1960年6月6日，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入9所，任2室主任，带领科技人员进行爆轰试验。当时有人说就金窝里出凤凰，棒子底下出尖端，把那个炸药混合起来，就回说你加到 TNT 里头混合起来，怎么把它混合均匀呢？也没有现代化的搅拌设备，就是人拿个棒子这么搅啊，在那个用药桶里这么搅啊，把它搅混合均匀啊，这是全一个手工活，也是凭经验的，看你搅的好，搅的水平怎么样。1961年我正好回到所里去，赶上郭文怀副所长在给1室讲爆轰物理方面的课。我听完这个课，我当时就想，这个爆轰物理怎么跟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化学物理混合在一起呢？不懂。但是方程我看懂。郭文怀就说后来跟我们讲说，你们在大学学的东西是基础，你们到工作来以后，你必须要知识更新，要不断学习，不断要更新自己的知识。到1963年上半年，在17号工地的3年里，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原子弹的起爆元件，为高能炸药的研制、铀核材料状态方程的测定提供了有力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电子学、光学、物理测试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17号工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研制摇篮。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聂荣臻元帅作出指示，9所1室研究原子弹理论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氢弹是比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学技术，它们的基本原理大不一样。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为了早日在氢弹研究上打开一条新路，国家提前做了部署。1961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科学14条，明确规定，出成果、出人才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我们学习这个14条的精神，那个时候呢，特别传达了聂总有个指示，这个聂总的指示就是说，我们做科学工作好比下象棋下象棋要至少要看3步棋。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话呢，在核武器上面已经部署了第1步棋，这是发展原子弹。第2步棋是什么？2级。本来带领另一大组年轻人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转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当时来说力量相当强的一组人，齐心合力地进行着氢弹原理的探索。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氢弹的这个预先研究当中，主要的是回答了用什么材料，这究竟爆炸的机理怎么样但是同时其实对这个构型你们3要素其实也都有了初步思想，但是具体这个构型是怎么样这个里面当然还有西方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个是下一阶段了。有了这一阶段对氢弹的预先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个多月后，1965年1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氢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于敏、黄祖洽等31人，携带着研究成果，奉命合并到了核武器研究机构第9研究设计院。在此之前，
从事核武器研究的9所和9局更名为二机部。从1965年2月开始，氢弹突破进入关键期。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彭桓武认为，氢弹研究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分别攻关。彭先生意思呢就是这样，兵分3路，那个请俞敏、周光召、黄祖洽他们3位布领一拨人马以后呢，就往不同的方向做，就是尽管兵分3路，但每一路有什么进展的话，大家有去讨论。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形成了也是个学生民主一个高峰。1965年的夏天，北京异常炎热，9院理论部的讨论与碰撞也是热火朝天。首先是闽放会，我就参加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氢弹该怎么弄呢？大家开闽放会，不管你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在这个楼的会议室里头啊，上台说，你上台画。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是在桌子上就这样子，大家来讨论。他们讲昨天晚上计算的结构情况怎么样，然后别人大家提问，但是大家一提问一讨论条件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行否定。自由的讨论，大胆的阐发，让大家怀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理我们不知道。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激励着科技人员的研发热情。包括俞敏同志自己提出了好几个想法，也没实现。但是这样子不断的讨论当中，不断的否定，不断的讨论以后呢，好像我倒觉得有一点好处，就是确实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把其他不该走的路就基本上都堵死了，逼着大家想好比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一上台就可以说出几十个想法来，但是有些想法大家稍微一分析就是没道理的啊。最后呢，就集中了4个方案，就是可能有了原子弹以后如何产生氢弹。那最后这4个到底哪个可行呢？就要有计算机上去算了说了算。要计算的模型太多，北京的大型通用计算机119机在机时安排上不能满足9院的计算需求。在119机研制成功半年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其他都是1963年、1964年毕业分来的新同志，还有几个高中生、初中生，他们负责在纸袋上穿孔。物理组给出的模型数据，要用穿孔机在1厘米宽纸袋上打孔，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打在上面。窄窄的纸袋从计算机中流出来，机房里遍地都是纸袋。J501计算机算出结果后，要靠人工把数据抄下来，再去画图。大家都在紧张有序的工作，甚至24小时连轴干。很快，大家就算出了一批模型。从结果看，他们离这次出差的目标要求并不远，只要加入少许热核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至100万吨 TNT 当量。但是，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大家对此没太深究，俞敏却一直在关注。国庆节大概3天还是4天，就是分一点计算机时间给我们蒙卡组在那的那个，那我去了，还没进来到机房门口，还没进来，在里面他们就手舞足蹈的叫了，发现新大陆了，我说你怎么回事啊？这个他就说我们算出一个有300万吨的这样一个模型。有一次是比较偶然情况吧，大概有一个同志。那个填数字啊，当时有穿孔嘛，穿过这个插了这个
小数点点后面差了一位，大概是一下子烧得特别好，基本完灯就出来了，这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一定要创造条件，把里边的热核材料怎么能够压得非常紧，也引导着大家往这个方向想。这一意外发现新大陆的错误，是一名负责计算模型准备的高中生把物理参数填错了。然而，这一错误却提醒了科技人员，要获得威力大的氢弹，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是一个关键。夕阳下的天空底，一弯上弦月显得格外明亮。于敏和同事蔡少辉到计算所附近的田间小道上散步，空气中弥漫着田野里清新的稻谷香。要是往常，于敏会边走边唱一段京剧《周瑜打黄盖》，或讲一段《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但在那天傍晚，于敏对蔡少辉谈起了自己的最新思考。要充分进行热核反应，只有想办法利用原子弹。原子弹难于控制，如何利用？从原子弹起爆开始，氢弹动作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都显示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是由相互矛盾着的物理因素决定的，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坏作用。要想办法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结构，促进好作用，抑制坏因素。上弦月即将落入西边的地平线，秋风袭来，于敏和蔡少辉感到了一丝寒意。这寒意里却有希望。11月1日晚上，J501机房内灯光柔和，计算组组长汤敏君拨弄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键钮，我和孟昭利蹲在机房地板上，忙着查阅纸带卷儿，检查输入输出数据是否有错误。于敏在一旁拿着计算尺和铅笔，不时地在算点什么，又写点什么。计算机在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指令，它时而发出美妙的旋律，时而又发出数值求解迭代过程中所特有的沉重循环喘息声。纸带卷上缓缓地输出令人兴奋的数字，一切都是那么振奋人心。最后的结果正如老于所料，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科学家们就能设计出全当量的100万吨级 TNT 氢弹。1965年11月5日，计算所5楼大教室里，于敏通过学术报告向大家阐述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发现。他从原理、材料、构型3方面，把大家带进了氢弹王国，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会场上顿时一片欢腾，群情激昂，气氛热烈。1965年11月8日，邓稼先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听了于敏的报告，邓稼先像抱了一个大金娃娃般高兴。但他很快也意识到，这只是找到了通往氢弹的重要路径。如何能引导原子弹爆炸后辐射能量的传输呢？这就需要形成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物理方案，才能说氢弹新理论的诞生。邓稼先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再完成2项新任务。一是计算能量的传输问题。48天后，2项任务取得了圆满的计算结果，完成了氢弹构型的设计。至此，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成功出炉。1965年12月，9院科研生产规划会在221厂召开。会上，于敏详细介绍了氢弹理论方案，
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做了补充说明。与会领导和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实验部、设计部的科学家与理论部诸位同仁就氢弹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最终决定突破氢弹，以于敏提出的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测试等方面的力量，加速试验研究。